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频道以及开启小铃铛哦。是，没想到洛师傅才刚从 motel 走出来，果然精神奕奕哈，跟哥吉拉。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电影叫做《当男人恋爱时》。是，对，这个电影我3个礼拜之前就去看，等于是抢头香嘞。对，就是上映第一天啦，因为我看预告就觉得哇，邱泽演得这么帅吗？就很台啊。我就很有兴趣，我就去看了，然后看完出来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记得我有跟你讲嘛，我说这部影片应该不是台湾人写的剧本，对，所以他果然没错，那是改编自2014年的韩国一部也是卖座特别好的一个电影，叫做《不标准情人》。不标准情人，它其实不是改编，它是照抄，是完全一模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我觉得台湾的导演其实有把后段把它弄得再更清楚一点，对，因为在看韩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时间有点错乱就对了啦。OK， 对，那所以洛师傅也去看了啊，对不对？然后觉得。我会觉得，因为姐夫一直跟我讲说啊，邱泽演的好棒，赚人热泪，我都哭了。结果他是去看钟欣凌啦。我也是啊，我觉得钟欣凌很可爱，但是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一个角色啦。对，好。那回到邱泽的这个部分，我看完只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觉得他是以一个想要得奖的心情来拍这部片，来演这部片。哦，真的吗？对，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跟谁先爱上他的比起来，他在这出剧里面的那个演技或者是呈现手法更饱满，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跟所谓又更升级了，就对，就是好满哦。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跟那个在谁先爱上他里面的那种会留一点让你感觉他的悲伤或者是感觉他的无奈的那个角色是比较不一样。那当然，我觉得角色设定也是有差别。可能台湾的那个台客啊、地痞流氓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直接的印象。那我觉得会不会也有其他更有趣的一个呈现方式，也可以呈现出台客这种怂够无然的，但是又很可爱、很帅气、像他的那种感觉。他现在是在讲，现在洛师傅在讲的是他自己。没有，你看今天造型，我这个是为了要跟哥吉拉上 motel。2只爬虫类，就是每次我们开始的时候，都先来讲一下这个电影的星座嘛。4月1号是白羊座，愚人节。好了，对啊，白羊座。对。但是我看完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电影。人格分裂。对啊，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前面是充满了粉红泡泡，然后有点喜剧浪漫，对，然后后来急转直下到一个悲剧。当然，在占星学里面，我们有办法去定出每一个物品、影片、人，或者是任何一棵树他们的星座。那电影的部分就以它出品或上映、首映的这个时间点，去当做它的星座的一个标的。是，但是也像我们之前就是在讲到哥吉拉电影或其他电影一样，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星座的。出生的这个时间，对，可它里面探讨的主题，不见得跟它的太阳星座会有直接的关系。对，那当然在那个当男人恋爱时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白羊的能量。你看里面每个人都冲蹦，然后说打就打。韩国片骂得更凶，打得更凶，因为韩国人就这样。我没有看过韩国，没有，我知道韩国人就是特别爱骂人，而且特别爱呼人家巴掌，对， okay， 真的，好，不愧是东北的战斗民族这样子。对，我有一些韩国的那个朋友啊，我说你们是不是很爱呼人家巴掌，或者是叫人家干嘛？男的女的都一样哦，对啊，女的也很爱呼。你看韩剧特别多，就这样吗？对 ，OK， 所以韩剧不是乱演的。好，继续。那回到刚才讲的，就是其实像在这电影中，我们除了看到很多的白羊的能量以外，其实也看到很多关于金牛或者是摩羯的能量在里面。为什么它里面提到的都是钱、欠债，然后会是一个辛苦努力的为了要过生活啊，然后或者是说在一个体制，不管是选政治，或者是说你今天是一个既定的父权结构的一个环境底下。都是男人的一个环境底下，讨债集团的这个部分嘛，那当然我们讨债集团它也可能会有一点点跟天蝎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组织，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看到地下赌场，这可能也都会跟天蝎有点关系。好，但是其实总归来说，其实金牛跟摩羯的那个感觉是很强烈的，包括困苦的生活。
然后贫乏的生活，这部分其实跟摩羯有很多的连接。它是一个白羊座电影，白羊座电影，但是它充满了金牛座跟摩羯座的能量，对，在里面，当然是白羊的那个暴力啊，或者是直接冲动，然后直性、率性的那个个性，也是在整部片里面都可以看到嘛。尤其邱泽在表现的这个地方，对。所以一开始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哦，邱泽可能是白羊座哦，然后一直到就是邱泽他递出了那一张合约书，上面把2个人的星座大辣辣的写在上面为止。我想说 OK， 所以那个邱泽在剧中他的设定他是摩羯座，然后徐伟宁是金牛座。好，我们节目到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有什么好讲？不是，天哪！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其实一开始姐夫你看完之后也跟我讲说，邱泽就是个白羊座，怎么会是摩羯座？难道又是编剧搞错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我没看，就是在电影里面我没看到他写到，我只看到金牛座，没看到摩羯座。他有啦，他是柔焦，但是看第一个字像魔的12星座里面好像就是摩羯啦。你看他看电影看得多认真，不是被姐夫逼出来的，不是我认真。好，那但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们之前在《鬼灭之刃》或者是在天桥上的魔术师里面讨论到 Noli， 或者是《鬼灭之刃》里面其他角色，我们可能都会去想说，可能会比较像哪一个星座比较所谓的正确这件事情。但其实就占星学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正不正确，而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去展现那个能量，以及说他有没有可能除了用太阳星座的这个能量以外的能量来展现他在片中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角度。好哦。所以这个的话，也就是会邱泽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他以太阳摩羯来说，那我就会在思考说，他在整个片中有哪一些是比较摩羯的能量的这些部分的展现？例如说，其实很清楚啦，就是第一个，他在家人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看漫画看到40几岁还不知道要干嘛。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典型的摩羯线索。其实摩羯他掌管的是老人，或者是年长者，或者是父权社会，那这都不是年轻人能够玩得起，或者是年轻人就可以品尝得到这大人的滋味的。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其实摩羯他其实是从小要去累积他的品味、他的经验、他的社会历练，所以往往你会看到星盘里面不只是太阳摩羯，而是你的太阳摩羯能量是强的，例如说很多星星落在摩羯啊，或者说你的上升在摩羯啦，或者是说你一些比较重要的行星在摩羯的时候，或者是土星能量很强大的时候，其实你都会看到这种人他会展现一种特质，就是他会越老越有魅力，越老越值钱因为其实摩羯这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像风象或火象，它脑筋转的比较快的星座。他的经验、他的聪明是需要靠累积时间累积下来的，对不对？他跟女主角徐伟宁的相处，其实你会看到说，如果是一个白羊，他真的被打枪那么多次，他其实早就放弃了，他不会持续这么久。那摩羯他是12星座里面算是毅力算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星座，因为他就是山羊嘛。那相较于那个白羊座就是母羊，其实基本上山羊它生活的环境更是刻苦的。2个都是开创星座，但是白羊它很擅长是冲锋陷阵，马上有一个输赢，它的后续力可能就没有摩羯的这么的强。那而且就是白羊它要抢第一，所以它不可能到了40几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它一定是一开始就是要冲探险，然后我要去探索，我要去突破，我要去抢第一。对。原来如此。可是这边就讲到说，那为什么我们讲了那么多，可是它展现的明明就是那么的冲锋，那么的暴力，那么的白羊的能量，就是硬要那样子。对，太阳星座它不代表一切。那尤其我们有讲到之前，我们上次在哥吉拉还有大战金刚里面，手套在节目我们的一个。立马点名，对，手套哈，那他在节目的尾声，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即时聊天室下面有留言，然后问到说关于什么叫做克相这件事情。对，什么叫克相我也不知道。对，那其实克相它就是会用一个行星它比较负面的能量去展现一个人格特质。例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可能有提到，火星它的正面能量就是运动员的好运动嘛，那它的负面能量可能就是绯闻啊，或者是可能会性欲上面很难控制。是。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套在邱泽这个身上，如果他是一个太阳的摩羯座，
它有没有可能会展现出白羊的这种负向能量呢？答案是有可能的。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他的情绪上面是这样子，他的肢体上面是这样，所以我也就会觉得说，如果他今天一定要是太阳摩羯的情况之下，他很有可能他的火星或者是月亮是落在白羊座的。总之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他的月亮、火星跟太阳可能会是刑克的。其次就是我们会看到他在剧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动作，他一直会砸自己的头。对，他一直砸自己的头，然后也关系到最后他的剧情的发展，他身体的状况。那在那个我们之前一直很常听到的那个星座的那个医疗占星学里面，白羊座掌管的是头，白羊座掌管的是头，对，不管是头上的任何的器官，原则上概括会先是白羊，那当然也有一些会跟其他星座有关系，但是头这个部分就是白羊相关。性器官是直肠啊，那个是天蝎座，头是白羊座，对其他还没讲，那是之后再说。好，然后而且就是你的火星，我们通常是代表说我们的灾星或者是发炎受伤的地方。如果又落在白羊的话，原则上它就是一个在头要特别注意跟留意的人了解。对，好，所以跟剧情其实都有息息相关的啦。对，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先撇开，就是我们最显而易见的邱泽，他是一个白羊能量很清楚的人以外，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更细致的去从占星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摩羯他的设定，我觉得是无不可能。骆师傅先讲了邱泽这一块啊，真的老实说有点复杂。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那个许瑋甯的星座啦。看完电影之后，我就马上想到陈淑芳的孤味。就是这个妈妈，就是阿嬷的这个角色，一个卖虾卷，一个卖奶茶，是这样。那个骆师傅真是爱吃啦，我是还好，我就看到他的就是对于这种对爱情啊，虽然是很爱这个人，但是即便是他离家或者是怎么样消失了一阵子之后，还是对，然后回来都还在，就是那种感觉。姐夫看到的是孤味，我反而看到的是桂纶镁跟杨佑宁主演的腿。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像，因为都是一个女人爱上跟一个男人相恋，可是那个男人都用很笨拙的手法去，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去表现他对女主角的爱。王浩庭就是许瑋甯这个角色，你就也可以除了刚才跟阿嬷比以外，因为我看到的是跟腿比较多的呼应。许瑋甯他在片中他就比较不是，他就是苦干实干嘛，而且我觉得他最能够展现金牛的这个特质的是在于邱泽，他把那一笔他们的积蓄的钱全部的都败光的时候，许瑋甯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个没关系，我们回家有事回家再说。哎呀，不错嘛，这次记起来。我跟你讲，好啦，好，表示有认真看啊，不愧是首映第一天就去看，真的。对，好，那。其实他的那句话就是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我们慢慢来。你想想看，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天秤或处女，好了，就开始开骂了吧？对啊，一定是谁？一定就是告诉你哪里不对嘛。不管是我们在腿里面看到桂纶镁，她对于杨佑宁的那个抓到他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对，或者是说处女座，我们一般就是他就是一定会是。让你知道你不知道不行，知道你哪里错，像女教师那样，那更不用说天蝎座了，就是知道就是背叛啊，还有什么好说的？其实金牛座如果够爱，什么东西都买给你啦。它其实跟那种狮子座的，我买给你，让你很有面子，让我很有面子的那种是不一样。不一样。狮子座的，尤其是金星狮子或者是太阳狮子，它应该是属于那种表现虚荣心。它就是，比如说我的女人不可以寒酸。对，就是虚荣。其实这个在邱泽他在剧里面有讲过这句话，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有一度以为他可能会有一个金星那个狮子的这个成分，但是想到摩羯他本身也是大男人的，对，所以他们也摩羯跟狮子。其实他们也往往会有一点点会有这种，我的另外一半不可以，一定要到一个 standard。那摩羯是到一个 standard， 狮子是一定要华丽。金牛就不一样。金牛不一样啊，金牛他是觉得说，我跟你实实在在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可以白手起家，我们可以一起慢慢来，我们在一起的关系是舒服的。这比较重要，因为金牛它永远就是关系舒不舒服啊，不管是肉体上或者是心灵上，对。那在感情互动上面也觉得它是舒服的，而且是不要赶，
然后是稳健的、踏实的。所以当你看邱泽他在剧中讲说，对啊，我没有爱过你的时候，那对他是多大的打击？金牛不错，金牛不错，金牛不错，就很笨的一个星座啦。对对对，好哦。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如果说是金牛跟摩羯两个太阳星座，我们一般的占星书、教科书里面都会讲说，哦，都是土象，所以很合，所以我们会讲说，哦，金牛跟处女合，金牛跟摩羯合，那摩羯也会跟这两个星座合，都合。可是为什么展现的却是一个拉扯、虐心，然后或者是终不得？对，我觉得是可以更进一步的讨论到所谓的男女合盘。对，所以就是说，即便就是太阳星座我们是很合的，就是我们讲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马上能够理解对方，或者是说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对方所呈现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命盘里面有一些行星上面彼此刑克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在互动上面不是这么的愉快，或者是不是这么的顺遂。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这部片其实有很多的摩羯能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欠债、责任、义务要还、逃不掉的业力。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我们的土星，也就是摩羯座的守护星会有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当一对男女或者是一对情人，他们的合盘里面有比较多的土星的一个克相，例如说男生的克相克了女生的火星或金星，或者是女生的土星克了男生的月亮，或者是 anyway 就是各种的可能。那 anyway 如果说是他们两个在土星上面，两者的土星上面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相位的时候，很容易展现出这一对情侣是一个土星型的恋人关系。他们就会有很多的责任义务，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展现他们的热情、激情或浪漫，会有比较多是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苦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麻烦事。对，麻烦事。但是其实除了欠钱啊，或者是职业关系之外，他们其实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很爱对方。对，而且是那种在一起是那种舒服的，是我买了你喜欢的东西回来，然后7点后有特价，然后今天我特别帮你煮了什么东西，那其实都是很土象星座互动的。对，收买他的胃。好。原来一个既定有的那个星座还可以讲那么多，其实就是可以讲很多了。对，所以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韩国片，不管韩国片，我觉得韩国片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当男人恋爱时，其实我觉得做的比韩国片更好。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融入一些台湾的文化，然后让你觉得更贴近，觉得哦，对，就是这种感觉。剧情啊什么，其实就是韩国片照抄，大家不用去考虑太多啦。但是我想到我要讲什么。台湾片的女主角徐伟宁遇上韩国片的男主角黄正敏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太那个。